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象征财富的10种手纹。据说拥有一种就能大富大贵。通过分析手中所具有的纹理、线纹以及掌丘等重要特征，可以了解个人在恋爱、工作、生活当中具有的运势特点。如何从手相来看财运的好坏？今天一起了解一下10种财富纹。1、财运纹，在无名指的下方出现和无名指平行的竖纹，被称为财运纹。这些纹路的清晰度和数量通常被认为与一个人一生中积累的财富有关。如果财运纹清晰且数量多，这意味着个人可能在财务方面会有更多的收获。拥有这样的财运纹，可能暗示着个人具备从商的天赋和素质。如果选择投身商海，很可能会吸引来自各方的财富，财源滚滚而来。此外，这样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理财意识，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自己的财富资源。2、星形纹，水星丘上出现星形纹路被称为星形纹。这种特殊的纹路通常被相学视为横财运的迹象。拥有这种纹路的人可能会经常意外获得财富，无论是来自投资、彩票、奖金或其他非常规途径。这些意外之财可能会让他们在财务上获得额外的好运，并且财富来得突然而不费吹灰之力。除了财富方面的影响外，据说拥有星形纹的人还可能对子女的命运有着积极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成为子女的幸运之星，带来好运和福祉。这样的纹路象征着一种特殊的福报，可能会为个人和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3、井字纹，井字纹通常被认为是财富与成功的象征。出现在木星丘位置的井字纹象征着极为强大的财运。拥有这种纹路的人天生具备获取财富的能力，他们在事业上往往能够轻松取得成功，获得丰厚的回报。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都很容易积累财富，且常常能够稳步增长。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还可能享有财务上的独立和安全感，一生都不用为金钱担忧。4、田字纹，在事业线和生命线附近出现类似田字或口字形状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视为财运和事业成功的征兆。拥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具备适合从事地产、矿业或口才类职业的天赋，他们可能在这些领域里取得显著的成就，因为他们的纹路暗示着他们在这些方面具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赋。无论是作为地产商、矿业投资者，还是口才出众的律师或培训行业的从业者，他们都有望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并且更容易赚取可观的财富。这种纹路的出现提示着他们有利于在这些行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并获得经济上的回报。5、豪宅纹，豪宅纹出现在无名指下方，感情线上方，象征着事业成功和财富积累的可能性。拥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适合从事生意或经营公司等职业，因为他们倾向于在商业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这种纹路的出现表明他们具有商业头脑和领导才能，有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他们可能拥有着追求豪华生活和高品质生活的愿望，因此在事业中努力工作，追求成功和财富。豪宅纹的存在提示着他们有望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进展，获得丰厚的回报，并享受豪华生活的成果。6、黑字，黑字纹，极致是指皮肤上的黑色素沉积，有时候会形成各种形状。如果在握拳后，黑痣正好被拳头包裹在内，这可能象征着一种特殊的天赋或优势。这种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有着出众的才华，可能是艺术、表演、学术或其他领域。由于他们的天赋和努力，
他们很可能在所擅长的领域内出名，并获得名利双收的机会。黑子纹的位置和形状可能暗示着这种才华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在面相学中，不同位置的痣可能与不同的特质或运势相关联。因此，如果一个人的黑子纹在握拳时能够被拳头覆盖，这可能预示着他们的特殊才华或天赋，以及在相关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7. 弓印纹。弓印纹即出现在大拇指根部的圆形纹路，有时候会呈现出像印章一样的形状。这种手相通常被认为与从事与政府相关的工作或行业有关。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可能具有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处理公共事务相关的能力和优势。他们可能在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法律、行政管理等领域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且更容易取得成功。弓印纹可能象征着这些人在政府或公共领域中的权威和影响力。他们可能擅长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因此，如果你的手掌上出现了类似印章一样的圆形纹路，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天生适合从事与政府相关的工作的人，且在这个领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8. 玉桂纹。玉桂纹，它源于手掌的前弓，并与事业线相交。这种手相纹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遇到贵人的痕迹，象征着在人生道路上有贵人相助。拥有这种手相纹路的人通常性格开朗大方，待人友善，人缘较好。在事业发展过程中，他们往往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这些贵人可能是身边的长辈、上司、同事，或者是业界的大佬。贵人的出现让他们在工作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每当面临困难时，贵人们也会及时伸出援手，为他们排忧解难。因此，这样的人往往能够顺利度过各种挑战，取得较为成功的事业成就。在贵人的帮助和指点下，他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抱负。拥有这种线纹说明了命主天生财运出色，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多么出众的才能，只要目标明确，就可以在贵人的帮扶下不断取得成功，并增加个人口袋中的财富收入。这就是手相中一些比较常见的财富纹。和个人的正财、天财关系密切，与一些人们所熟知的手掌线纹不同。井字纹、米子纹不像事业线、理财纹等出现频率极高，大多数人手中都能够拥有。很多财运纹都是出现频率较低的纹理。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个人的手相，了解他们财运的好坏时，要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看，尤其根据这些手掌中并不常见但影响较大的财运纹去解读他们的财运。9. 祖辈纹。拥有这种手相纹路的人通常能够继承祖辈留下的丰厚遗产，因为他们祖辈的家产往往十分丰厚，根基深厚。这些人往往是富有的二代，他们在出生时就已经拥有了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祖辈的恩泽为他们提供了稳固的财务支持和资源保障，使他们能够更加轻松地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不必为生计担忧，而是能够更加专注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这种纹路的出现预示着他们有着良好的财富积累和传承条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偏财纹。这种手纹通常出现在无名指和小指的下面，如果这里出现了很多纹路，那么这暗示着你将会拥有相当多的财产。更进一步地说，这也表明你具备出色的经商头脑，擅长理财，能够创造出丰厚的财富。正所谓掌中有日月。纹可看命理，在手相学中，手纹透露了很多信息，不仅健康状态、生命状态，甚至连财运也能窥得一二。之所以能够通过手相分析个人的运势，是因为每个人的手相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个人的运势不会重复一样。不过，虽然手相的外形不会重复，
但手掌中所拥有的某些特征倒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你是什么手相呢？好了，今天的分享跟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有此特征必定能够大富贵。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从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再比如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都能够受益，大吉大利。二、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十分的柔软，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她们收入很高，财运很好，从来不缺钱花，家境很好，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另外，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哦。三、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但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四、食指短。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尤其是对待工作，简直是一丝不苟。他们为人很实在，没有心机，深受大家信任。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让人感到很新奇，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能够富贵一生。五、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很多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像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富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六、手上有财库纹。说到手中的财库纹，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种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除此之外，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女人手上有理财纹，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很会理财，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七、天纹清晰细绣。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而且纹路清晰细绣，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八、掌心凹陷。
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有明显的凹陷，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根据相术学的说法，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一般来说，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似乎所有的钱财、金钱、财富都会自动的往他们身上靠拢，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9. 手指比较细长，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短有短的说法，长有长的说法，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哪怕是手指粗一些，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也是显得细长的，也算是作数的。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自己最了解自己，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10.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是能看出运势的。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有些喜好自由，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是一个做事勤快、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11.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12. 手上有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13.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从而坐拥无数财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14. 无名指根部丰满。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15.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便是水星丘。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够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通常都是能够占到非常多的钱财。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1. 木型手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
发达，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2. 水型手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厚，手掌多肉，都是水型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可看图中。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 火型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有横财命，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 金型手相，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而且金型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 土型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型的手。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 掌丘饱满红润，在手相学中，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因此得名。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并且颜色略带红润，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7. 多条财运线，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才会取得大奖。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8.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
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9.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有强烈的预感，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赚大钱。例如每次买彩票、赌博都必中大奖，从而获得一大笔钱。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就依赖于此，不能及时收手，也很可能失去钱。11. 断掌，在现实生活中，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就不要慌张，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12. 倒纹，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13.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横财运的，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真的让人羡慕的。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14. 智慧线分叉的人，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很多的，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真的让人羡慕的。15.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生活会无忧无虑的，不仅是正财运好，横财运也会很好的，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不然会让你后悔的。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先不说有没有横财，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也不主张不劳而获，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我比较认同。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不妨多充实自己，多努力学习，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你想再充实自己，再好好学习，已经很难，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好了，今天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非常罕见的16种奇闻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通常财富多的人，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只要肯努力，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总之，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闻分别是什么样的。1. 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得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3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
因此三才文俗称川字长，并有男人川长事业顺，女人川长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文，玉管照神菊，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文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宿文，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未丰。六宿文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文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菊，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文，但是与天文、人文、地文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菊，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震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欲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15. 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掌中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所以可以免去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躁，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16. 宝镜纹。所谓宝镜纹，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对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而获利丰厚。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想要变有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但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1. 手掌中有直觉线。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反应也很快，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尤其在财富方面，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并且善于精打细算，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生活安逸富贵，不用为物质所困。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要注意。2. 财帛宫肉厚实。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说明必有横财入命。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偏财方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买彩票中奖，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辈子无忧无虑，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3. 不动产线。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有着很好的异性缘，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4. 太阳丘出现星纹。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说明机遇特别好，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创作能力也很强，并且善于掌握机会，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另外，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健康情况也很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是非常好的手相。5. 财库纹。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善于积累财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他们。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另外，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1. 中指长。
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做事有耐心，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2. 手指没有缝隙。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说明可以留住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3. 断掌。在很多人看来，断掌是不好的手相。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赚钱能力强，命中有福禄，不仅事业有成，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4. 手掌红润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在消费方面很节制，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5. 财富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生活富贵吉祥。6. 事业线很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生活顺风顺水，充满幸福。7. 财库。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8. 太阳丘丰满。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善于把握机遇，并且很懂得理财，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9. 火星丘红润。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接近大拇指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火星丘。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做生意，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赚取很高的利润。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富有创新精神。10. 有三约纹。如果食指上有三约纹的话，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一生不缺金钱。11. 凤眼清晰。大拇指第二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擅长理财和投资，有着很好的眼光，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12. 手指有弹性。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虽然精打细算，但绝对不抠搜，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忽视了大大的幸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